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Vincent， 他最近呢有一本书新出炉，叫做《月老营业中》。那他也是呢非常知名的身心灵的一个粉专的版主哦。这个粉专就叫做怀疑论者的通灵观察。你已经经营这个粉专大概多久？我上从2022年，所以就是2年多。就是我当时的伴侣，他现在已经是前妻了，但他当时就是他有一天忽然间通灵，然后他就对我造成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相信这些事情的一个理工男，我甚至是有点嗤之以鼻这样子。当身边的人出现这样的感应，或者是出现这样的经验之后，当然就很颠覆我的认知。然后加上我们婚姻有一些本来就有的问题啊，这个通灵的情况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我就想说，那我透过书写来做一个疗愈。原本叫怀疑论者的通灵伴侣观察笔记。是的，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只有一个样本，就是我当时的伴侣。我虽然是一个对这件事情不相信，但是身边有一个可以观察的对象嘛，我就也觉得，我除了在疗愈的过程中，我把这个观察的过程写下来，我相信对我来说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后来我决定，我其实不应该限定只有写伴侣，我就把它拿掉。因为在这一路上，我也逐渐认识越来越多的通灵人嘛。其实当初出版社也有说，就是我们可以邀你的前妻，或者是可以邀你来，但是你们不会一起出现，因为你们现在轮流照顾小朋友。是的，没有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一定要邀你，而不是邀通灵人本身。真的吗？为什么？因为通灵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也访过很多了。可是通灵人的伴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少。如果我家里突然有一个神明代言人的时候，那我要用什么立场去看待这个伴侣？就我知道的通灵人的朋友的伴侣，也都跟我有一些类似的心路历程，其实都不是太好受。怎么说？比如说通灵人很容易看到前世的因果，好了，像我前期就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看到前世我跟他的一些纠葛之后，他就陷入某种他自己的情绪。可是那个人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前世不是我啊。身为一个麻瓜，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我要承担前世的人做过的事情？当下的婚姻问题应该当下解决啊，怎么会用前世的问题来扯到这边来？认知就有一个落差，因为他可以看见那东西对他是真实的，但对我不是，我只是听他说。通灵的人一开始可能会有很多的灵扰，比如说他今天就会没办法出门，或者今天就菩萨跟他说今天不宜出门，什么是类似的事情，你就想说，这真的还假的？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就非常受打扰，你可能你本来今天预定要去做什么工作，然后因为他一个原因，他就不行，必须我换成我在家照顾小孩，那我可能跟别人排我的工作就没办法去进行。可一旦他通灵之后，对，都被打乱，非常的受到干扰。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当时也蛮痛苦的。神明，你们真的非常干扰人们的生活。对，可是我还觉得这是个过程。OK， 怎么说？就是我必须经过，因为我先是一个不信者，然后经过这个冲突，然后到我变成一个抗拒者，我就是他们讲什么我就不听，他们叫我做什么就不做。到后来我就觉得受了很多苦头之后，后来决定好，我现在就转变，我就变成一个臣服者，就是你要我去学什么我就学看，要我去看什么书我就去看看，他叫我去读《法华经》我就去读看，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确好像就是在这个转变之后，突然间觉得人也轻松了，本来有很多捆绑的那个限制性的信念或什么，它就不见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其實很多年来都受到那个一个消沉的情绪所苦。可是不知为何，就是好像我臣服这些事情、接受这些事情之后，就好了，人就好了，他就再没有再回来过。然后我觉得我看事情变得好像就轻松很多这样子。现在不只是写这个前伴侣，还有写其他的通灵人的讯息，还有像什么样子的通灵人？就是因为我的前妻通灵后，他本来就有一个通灵的朋友，就他们另外一个朋友也通灵了，所以他们就有一起去弄了一个粉丝团。然后专门的传这些菩萨的讯息啊，所以他们比较正经。那我的粉专就比较不正经嘛，因为我想说我就是个旁观者，我不用就是正经八百的说这些神明讯息，我就会在旁边吐槽啊，我写一些微博啊。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我有一些朋友是我本来就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通灵的，或者是写了这个粉专才认识的新朋友，发现原来是世界上通灵人这么多。那这些人知道我在做这样的粉专的时候，他们也很乐意跟我分享他们感受到的事情。我当初那时候有朋友推荐看你的粉专，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写的那个观点就真的很有趣。那个时候可能你的前期会传一些神明的讯息嘛，或是可能是其他朋友的，我们不确定来源，但是你会有很多跟这个讯息之间的吐槽、对话，还有质问。对，没错。然后所以你才会自称为怀疑论者嘛。对。可是像到现在已经3年了，你还能够称为怀疑论者吗？这个每次有机会我就要解释一下，我觉得大家都误会怀疑论者的意思。怀疑论者是说，
对于还不知道的答案，我们就悬搁它的争议，不一定硬要找一个解释给他。就像我现在我已经接受有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会跟这些通灵人传讯，这件事是接受，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就像之前你有个刚好一个影片也说，没有人可以验证他们讯息的正确，他们的来源，这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都是神明，还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也是一个怀疑论者。是啊，就是大家都是怀疑论者，我觉得大家都会以为一定要质疑神明存在才是怀疑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神明没有真的以肉体的状况在我们面前出现之前，我们也许都只能是个怀疑论者。就算是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它那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的确有看不见的东西在跟我们说话，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已经发生在我身边这么多人，我又做各式各样的验证，都没办法推翻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铁证了。所以我的个人的怀疑论的接受度就到了，确实有看不见的东西会跟这些人传讯，但你要说这些东西就是某个神，或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嘛，就不知道嘛，就它可能有更大的解释，是我们渺小的人类不知道的。可能真的要我们死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现在想说，至少我知道死后还有事情，这件事情就已经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以前非常害怕死亡。因为我以前相信我只是偶然间出现在这个宇宙中嘛，就偶然间我的原子这样排列，然后出现我这个觉得我是我的这个人，然后当我挂了，就是我的热能不足以允许这些原子用这个方式排列的时候，我就瓦解了，我的意识就不见了，好像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来干嘛。但自从知道，其实死后还有事情的时候，我反而是放下，就说，那没关系，我现在知道我以前已经死过很多次，我以后也会再死很多次，现在只是我当下的一个经历而已。我觉得我好兴奋哦！我们难得频道可以邀请到科研脑，我真的太开心了，感觉很兴奋。难得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对，因为你不是通灵人本身，所以你的观点又会更不一样。自从你之前的伴侣他会通灵之后，你发现到原来通灵人的样子会不会跟你原本刻板中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坦白说，以前觉得那些都是神棍，就是大家都是神棍，就是讲一些话都是无从印证的嘛，然后你觉得他们给你的人生的指引好像也是套用在谁身上都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觉得说这就是心理学技巧而已啊，这个哪有什么大不了。其实不只是你会这样想，我当初刚开始在练习做通灵解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怀疑我自己。你会想说是我真的听到还是我在幻？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刚好歪打正着，然后就讲到这个人的心理状态，那个讯息来，该不会就是我自己瞎掰出来，然后刚好中了而已吧？其实我也会自我怀疑。对。也会，我知道很多通灵人其实也会怀疑自己的讯息的准确度，但其实后来我就释怀一件事，就是我觉得讯息准确度其实并不重要，是真是假也不重要，它如果是有帮助的就好。我觉得人有一个倾向会想要诉诸权威，会想要说，这个讲话的是学者，我就相信他；讲话的是关公，我就相信他。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他讲话如果对你来说不适用，你也不一定硬要听啊。但是如果他适用，他就算是你隔壁邻居跟你讲的，那如果这句话适用，那也 OK 啊，就是你何必那么在乎是谁说的呢？但是其实这个外表啊，或是这个所谓的相，我觉得对于人来说蛮重要的。对，医生他穿上了白袍跟你说话的时候，通常患者就是，医生说的是，接受就会变得很快。因为之前我刚开始在可以接讯的时候，我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一个老朋友来问问题，然后他这个问题已经连续问了很多次了。问到第3次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不用通灵，我都可以告诉你要回答什么了。对，但是他就是要听所谓来自某个更高的维度的讯息，他才愿意接受。人会这个样子。对，可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样子的人，事实上是把自己人生做决定的权利外包出去了。他想要一个外面的权威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做。其实我都想说，这其实你是把你自己人生的困境丢给别人，可是那个别人会对你人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负责吗？其实不会啊。其实不会，所以当你之前前妻可以传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因为他传的是神明的讯息，而在你心中是个权威吗？不会的，因为我其实有经过一段时间是反抗者嘛，他讲什么我就偏不做。可是后来发现我反抗也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权威，我才要反抗他。所以后来才想说，好，我就不对抗，就是生命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像出书也是个意外嘛，之前没想过出书，上节目也是，就是这也不是在我人生本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做。身为你的粉专的追踪者，我有个问题可以问一下版主吗？说，就是话说我有看到之前有一档算是你的业配的风波，
就是帮大甲镇澜宫就是对做团购嘛。对，对于大甲镇澜宫，就是喜欢的就很喜欢，讨厌的就很讨厌。对，所以后来也造成了一些故事，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聊一下吗？现在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你总有一天会被延上。我想说真的假的？我想说我与人为善啊，不会被延上。就果然还是发生了。那我想说，也许这是必经之路。大甲镇澜宫他们有联名的一个商品，那我去卖这个商品，就是业配。我知道大家对大甲镇澜宫背后的家族有一些疑虑，那我自己本人其实也有。那我想说，那这个接还是不接？我就请我的前妻去问问看嘛。他们就去问了妈祖，妈祖说可以接啊，这东西是好的。在妈祖眼中，世界上没有坏人嘛。对。对啊，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说这一家人作恶多端。那你怎么会问他？想说妈祖可以替我背书嘛，就是你把责任外包出去。没错，没错，所以也是我受苦啊，妈祖不会替我，对，所以妈祖不会替我负责啊。我不是说凯莱真的不好，因为我们活在现世，本来就有现世的价值判断。我知道 Vincent， 你以前是专利师，那是什么？现在还是专利师啊？对不起，那专利师是在做什么的？假设你有一个发明，你需要写一个专利去保护那个发明啊。然后一般的公司都会有工程师，或者是你甚至自己在家里发明一个东西好了，大家都会有研发的能力，但是大家不见得知道怎么用法律上的文字去保护它。我们在做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你把你的发明来给我们就告诉你说那我帮你把它写成专利说明书。然后专利说明书是一个类似法律用字的一个文件，它会用我们业内的人可以有共识、可以共同理解的方式去描述你的发明。那这个业界的人就会知道怎么做不会侵犯到你的专利，或者是商标啊，商标是你卖东西上面有一个 mark 嘛。或者是我们频道叫宇宙闺蜜会把这4个字注册起来。没错，你有注册吗？还没，需要注册。好，那可以委托你们是吗？当然可以啊，突然间拉起生意这样。就来聊聊你带来的这本书，叫做《月老营业中》。这本书其实也关于疗愈，因为它比较特别，是它专门讲的就是感情上的事情嘛。但你这怀疑论者的那个粉专其实写过很多神明，为什么会挑月老为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我的当时的伴侣会成为我的前妻嘛？婚姻本来就不容易，然后在婚姻过程中，就是到了某个时候，是真的太难了。会通灵不是应该会变简单吗？好比说知道怎么样解决的方向，变得更难的，因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做通灵的事。通灵就是在服务别人，就对了。对，然后就没有来梳理你们的关系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被彻底的丢下了。然后当时我想说，你都通灵了，那我们不如直接去问看月老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看法，这样。那透过你太太传递。对，我们一起去庙里拜拜。没有公正第三方，我觉得这很危险。跟我们讲了我们的各种心中的苦闷啊什么，讲完之后他说，其实人世间姻缘有7种，你有想要知道吗？这样他就闲聊，我就说好啊，你想讲我就听。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转传过任何神明的讯息。我第一个转传的神明讯息就是月老的，然后因缘就是因为有婚姻上的困难，我们才去问他，就想不到问了之后，月老自己滔滔不绝的说了人世间的这7种姻缘，然后就说，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就发在我的粉专上这样。他说好啊，这个事情给大家知道好，其后就受到一些欢迎嘛，就大家觉得很有趣啊，所以后来出版社才想说，他们想把这个写成一个书。一般出版社出书就是可能收集粉专上的文章嘛，他们不是，他们说他们找的小说家想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小说，所以我只是原创。坦白说起来，原创应该是月老啦，因为讯息是月老告诉我们，我只是一个整理者。那后来找了张明秀小说家，故事非常非常贴切我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我在那个文章中很多我其实没有写得太清楚的，因为我也受限我自己的文字能力啊，我觉得有些话好像讲不清楚。就他在他的故事中，我觉得他都把它写出来，那个点都写到了。我后来去请了一个通灵朋友问月老说，请问这位小说家本人是有通灵吗？怎么可以写得这么精准这样？然后月老说，他会偷偷塞一些点子给他这样。就所谓的灵感，你们对没有想过那个灵感的灵是哪里来的吗？而且我们在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说是月老监制嘛，月老真的参与了这本书所有的过程，就是他从题气化、故事大纲啊，甚至是书腰上的东西啊，什么都问过月老，然后月老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嗨的态度，很嗨哦，他很嗨，他很想要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姻缘系统有7种，大家都要知道，像跟99乘法表要背起来之类的。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姻缘，你会用更轻松态度去看待你这辈子的姻缘的关系。哪7种你现在背得出来吗？可以，因为这是必考题。第一种是系统设定值，就是形容每个人出生就有一张履历表。上面就已经写了谁，即使是连月老这个等级的神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第2种就是你去庙里求来的。第3种就是前世的约定。第4种跟第5种其实可以一起讲，你们累世早就已经有过一些牵扯，你们有一些业力，有一些功课，仍然没有学完的。然后差别只在于，第4种就是只有其中的一个角色，其中的一方去到庙里面去询问，然后月老就从你累世中这些众多数都数不尽这么多跟你有关系的里面挑一个出来给你。
第五种就是你们2个人刚好都去了庙里，也许是不同的月老庙，但是你们本来就是有姻缘的关系，所以月老就说，这2个人本来就有姻缘关系啊，他们都来拜拜的，就凑一起这样。所以4跟5是这样，我跟我的前妻就是第5类，我们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去拜的月老庙。4跟5都是互相给功课，就是你们之所以在一起，就是你们有类似的功课没有学完。是功课，而不是为了，例如说，终于这一辈子可以幸福啊，或什么的。其实没有幸福跟这个都无关的，我觉得月老只管相遇，就只是配对而已，后面的发展要看你们自己。对，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讲解，就是月老的配对不是说他们就是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他只是制造一个场景让你们有机会遇到。第6种就是报恩，上辈子也有恩，他这辈子就来报你的恩情。但这个他们在神界已经说他们逐渐不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对，他说你只是这辈子帮了一个忙，然后下辈子就要以身相许，我觉得这太夸张了。据说他们把它转成就是事业上的贵人。第4种就是如果你们2个都有一个为这个世界服务的愿，不管你们是开一家小店，还是你要去联合国工作，不管这愿是小是大。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这种有共同的服务性质的，也可以把你们凑在一起，因为你们1+1就大于2。我那时候在看月老营业中的时候，我觉得很棒，是因为就像你讲，你们找了一个小说家来以月老的7种姻缘的概念，然后写成了很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不只是有人在谈恋爱，还把月老的角色也刻画进去。例如说有那种很资深的月老，跟那种见习的月老。没错。然后那个见习的月老，其实他的视角就会很像我们一般人在看这对怨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还要继续在一起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资深的就会说你太浅了。对，而且他最后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对，他最后是有道理的。什么叫做好姻缘？觉得你看完书以后，你也会有一个翻转。月老是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他选择小说这个媒介？他说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如果出一本书是月老的摘要，月老的这个月老的讯息语录之类的，对，他可能传播效果不会这么好。而且这只是你的第1本，因为你写了一个1，你还有2、3、4，对，后面的伏笔感觉就是还有第2、第3、第4集。因为7种姻缘，然后那个小说家在写的时候发现他要一本书把7种写完太难了。这里面好像写了几种，3种，7种都写下去，他会超厚的。那走到现在 ，Vincent， 你会怎么样定义什么叫好姻缘？我觉得只要相处是自在、是完整的，就是好姻缘。你们可以互相学习，然后互相陪伴、照应，不是把你的情绪或者需求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你难过，不是对方要负责让你快乐起来，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每个人都是完整的，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就会是好的。然后也跟大家推荐《月老营业中》这本书，而且是由三彩文化所出版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抽出2位朋友，如果你有想要这本书的话呢，我们有抽奖，然后会把书寄到你家。大家买到之后可以去庙里请月老签名，月老是有这样说的。可是怎么签？也就是我们看不到的签名。对，你要相信他有签名，然后对，你可以带去月老就摆在神桌上说，月老我买这个书哦，然后请他签名。所以不是找你，也不是找你前妻，也不是找小说家，去找月老签。是月老本人，月老本人对这本书投注了很大的心力，所以他有他的意志在里面。任何一个月老的庙都可以。可以，只要是你们家附近，一般大庙都会。那个边店都会供奉月老嘛，这样都可以，就是只要它有个神桌，你可以摆得上去的都可以。所以就是我把书带去那边，然后就摆在那边，然后说请月老帮我签名，这样子。是的，签完名就不会说，签完名了我可以走了嘛，这样。就会有一个看不见的签名在上面，对，能量的签名这样子。是但是签这个名可以干嘛？其实可以干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留念，就是月老可能他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好啊，那如果有缘分的话呢，就带着你的这本书，然后去找他们老人家啊，找这个职位的。所有的月老们，对，都可以做这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识，这样。好，那今天谢谢Vincent来，谢谢大宝，谢谢，拜拜，谢谢大家，拜拜。